随着中国的崛起壮大，中国周边的局势也愈发紧张。众所周知，美国是影响印太地区稳定的最大变量，其不仅频繁抵近挑衅中国，甚至还不断的在中国红线问题上进行挑衅。对于这一点，我国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近来美国背后的盟友一个接一个的在中国底线问题上挑衅。日本和澳大利亚表态称，一旦发生战事，他们将会相应的选择军事介入，协助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日澳跟随美国挑衅中国并不奇怪，但是他们触碰中国红线却十分罕见。对于日本而言，其更是时隔52年再次在中国底线问题上挑衅。更加危险的是，最近又有一国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据报道介绍称，日前韩国和美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对外发布了一则联合声明，而问题恰恰是出在这一则联合声明上。据悉，在声明中，韩美首次谈及中国敏感的主权问题，甚至还提起了在中国南部海域自由航行的重要性。对此，外界舆论纷纷认为，此举是韩国在中美间倒向美国的最直接证据。而更为险恶的，或许还在后面。在韩国倒向美国的大背景下，美国更是解除对韩国导弹的射程限制，而这究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分析人士指出，这一限制的解除，使得中国内地一些大城市都处于韩国导弹的射程之内。有些人听到这儿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的导弹早就可以覆盖韩国本土，甚至可以直接将其打灭国。这区区的导弹威胁并不阻拒，这事实不假。但是我们必须透过这件事看到整个局势背后的紧迫性。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接二连三的在中国底线问题上挑衅，从以往来看是十分罕见的。区别于日本和澳大利亚，韩国并不算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其在中美对抗格局下，一直秉承的是模糊的战略决策。而这一声明的发表，似乎在昭告世界，韩国已经放弃了战略模糊，开始将矛头彻底对准中国。毋庸置疑，如此强硬姿态的背后，一定是吃了美国给的定心丸。对此，我们很难不怀疑整件事背后美国的真实用意。不难发现，美国似乎是真的在为一场潜在冲突做准备，而战争的引爆点很有可能就是台海。如今的美国已经开始四处布势，并随时可能同中国展开一场世纪对决，而中国的武统时间似乎也要被迫提前。众所周知，自从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时不时挑衅后，解放军就开始经常在南海进行演习，有实弹演习，有模拟演习。此前还有一次瞄准了美军舰，按照美军舰的目标瞄准射击。不过即便这样，最近这次被媒体报道出来的演习也十分不一样。据媒体报道，解放军最近一个海军空军航空兵机队就在南海进行了实弹演习，数十架次的歼轰7飞豹战机正是这次演习的主角，并且在演习中发挥出了相当惊人的风采，比如发射多种类数千枚的实弹，针对海上目标进行了精准并且饱和的攻击。从有关报道得知，这次实弹射击中，解放军的歼轰7还实行了超低空的隐蔽突防，这是一个相当难度的操作。可能有不少朋友知道，飞机飞行高度太低，不仅可能会对飞行员有相当大的伤害，同时也因为飞机高度过低，以至于成为雷达盲区。所以解放军这一番训练，就有专家表示，演习锤炼了飞行员的硬功夫。说实话，锤炼飞行员的硬功夫不管什么时候都行，但是在如今美国挑衅加剧的时候，那就很可能是对人不对事了。毕竟最近美国不仅继续频繁联络自家小弟，还意图重启四边机制，再次对韩国伸出了邪恶之手，持之以利诱，并且在舆论上对华抹黑力度持续增加，同时还意图威胁解放军要开动核武，遏制中国统一，开展从美国到欧洲再到非洲、亚洲的一次超大型演习等等。最重要的是，前几天美国擅闯西沙群岛的领海一事，这已经打破了国际法，虽然被解放军赶走了，但是美国却在随后几天的时候继续在这周边打转，虽然没有进入领海，但是却也没有离得有多远。但就这几点来看，美国对中国挑衅力度已经加剧，对此解放军自然不可能放任不管了，甚至美军种种动作的目的也不外乎是对中国进行威慑，好继续给自己谋求利益。所以这次解放军自然要予以回击，千枚实弹接连发射，公开投弹打靶，还是歼轰7这个中国轰炸机中的老牌战机。而且同时在前不久，也就是5月20日的时候，2架次的歼轰7以及1架运8电子干扰机以及1架运8反潜机就前去了台西南恐怖巡视了一圈。这番动作无疑证明了解放军对美军的回应，那就是中国从来都不怕战争，而且有实力捍卫国家领土安全和主权利益，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美军要战便战。
根据外媒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称，他们在5月22号与沙特联军的作战中击落了一架翼龙2无人机，而在5月23号的战斗中又击落了一架彩虹4无人机。有数据统计，截至目前为止，包括5架翼龙系列无人机与9架彩虹系列无人机遭胡塞武装击落。此外，胡塞武装还展示出了被击落的翼龙2无人机残骸。从残骸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的整体已经变形烧焦，不过对于飞机上的编号还是清晰可见。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我国军工出口的拳头产品，翼龙与彩虹系列的无人机在国际上都享有一定的声誉，为何屡屡栽在地方武装的手中？胡塞武装究竟是用的什么武器将其击落的？胡塞武装作为也门地方武装，有着拖鞋军之称，而这个名称来源于很多人对其印象是装备简陋却总能和装备先进的沙特联军打得有来有回。胡塞武装主要武器来源是伊朗，从翼龙2的残骸焚毁程度来看，结合胡塞武装历次展示的装备，一款仿苏联导弹成为将中国无人机击落的最大嫌疑。在2019年的时候，胡塞武装公开展示了一款名为法特尔1的防空导弹。据获悉，这款导弹并非由伊朗支援，而是由也门武装自行仿制的。根据介绍，在法特尔1防空导弹使用不久，就有击落彩虹无人机的记录。随后，包括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阿帕奇直升机都遭其击落过。从其外形以及气动布局来判断，法特尔1防空导弹基本上可以判定仿制了苏联萨姆6防空导弹系统所使用的 3M9 防空导弹。萨姆6防空导弹作为苏联60年代的产物，可以用来攻击10000米高空飞行的战斗机，因而飞行高度达到9000米的翼龙2也在其攻击范围内。再说沙特联军这一边，作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盟友，沙特与阿联酋虽然购买了大量的美军装备，但却在无人机的选择上更倾向于中国制造的军用无人机。据获悉，这些国家不仅从中国订购100架翼龙与彩虹系列无人机，而且还引进生产线。而随着无人机在战场上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无人机也更受市场青睐。不过这次战斗中，中国无人机却遭地方武装用仿制60年代的导弹给击落了。美盟友把中国无人机的招牌给砸了吗？从中国无人机依旧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货来看，这个说法显然不成立。毕竟当初美军的无人机与战斗机也在法特尔1面前吃过亏。很显然，这不是武器装备的问题，沙特联军长期以来无法取得对胡塞武装的优势，战术打法才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点。而中国无人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点，也极大减少了沙特联军的伤亡，这也就是这些国家依旧要买大量中国无人机的原因。